你见过30层楼那么高的 baby 吗？普通成年人在他眼里如同蝼蚁一般，走起路来地动山摇，看这架势比绿巨人还要强大。就在1天前，大壮还是个普通婴儿。他的爸爸是个魔鬼发明家。这天，爸爸将大壮带到实验室，一个没有注意，大壮就爬上了实验台。与此同时，机器启动，大壮被弹飞10米远。他爬起来走进婴儿车里。粗心的老爸对此事毫无察觉，以为实验再次失败了，就这样带着大壮回了家。爸爸要给大壮烤冰淇淋吃，就在他出去的空隙，奇迹发生了，微波炉发出绿光，大壮掀开餐椅，小家伙伸出右手，竟然可以吸引电流，走向微波炉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可下一秒，大壮竟奇迹般的变大了，好家伙，足足有3米高，狗子被吓得窜了出来，恐惧地躲在了床底下。爸爸见情况不对，进去查看，两人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也像狗子一样窜了出来，躲在沙发后边。爸爸突然想起上午的实验，这才意识到大壮可能是受实验影响。与此同时，妈妈回来了，爸爸告诉他，一会儿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要惊讶。就在这时，大壮推门而入，妈妈看到这么大的 baby， 两眼一翻晕倒在地。变大后的大壮破坏力惊人，一转眼功夫就将卧室的门拆了下来，将爸爸抱起来，差点给他送去领了盒饭，抢走哥哥的吉他，在家里上蹿下跳，简直就像小时候的你。一家人都被大壮折腾得崩溃了，还好哥哥机智，拿出唱片机，打开音乐，一家人开始欢快的舞蹈，大壮也跟着翩翩起舞。一段时间过后，大壮累了，躺在特制的小窝里睡着了。大壮睡着之际，爸爸和妈妈一块去实验室仓库寻找他之前做的缩小机器，只留下哥哥和一条狗看着大壮。可就在这时，门铃声突然响起，哥哥前去开门，是女朋友来寻找哥哥，他们在门口有说有笑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大壮却就在这时突然苏醒。3米巨婴在房间里翩翩起舞，玩得不亦乐乎。看见电视里漂亮的小姐姐，大壮突然坐不住了，跳得越来越起劲。与此同时，电视发射出强大的电流，被大壮吸引，紧接着屋里开始剧烈的晃动。处在恋爱酸臭味中的两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只听见轰隆一声，哥哥赶忙出去查看，一个人形大洞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两人找到大壮时，路边的小汽车却无辜遭了殃。此时的大壮已经长到10米高了。另一边，拿到缩小机器的父母抓紧时间往回赶，可是由于母亲超速行驶惹来了警察的追赶，看着警察紧追不舍，父亲这时来了主意。只见他在机器上一阵摆弄，紧接着按下启动按钮，一道光波射出，连人带车被光波一起缩小。这时的两人显得特别无助，他们是多么的渺小。一辆车疾驶而来，两个警察差点被车轮压成肉饼。妈妈对着爸爸就是一顿咒骂，爸爸再次一顿操作，紧接着按下启动按钮，两人恢复原样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在干什么？1万个草泥马在两人脑袋里翻腾。就在两个警察懵逼之际，父母开车赶紧往家里赶。来到家里，一大堆人围在他家门口，走近询问才知道，大壮已经被警察带走。可毫不知情的警察竟带着大壮来到高压线附近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大壮变成了100米巨婴，他将哥哥和女友当成了玩具，紧接着就把他们两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，带着两人就往灯火通明的城市赶去，途中还不忘记搞点破坏。众人看着这个庞然大物，毫无任何办法。这时爸爸挺身而出，他让直升机将巨大的兔子吊起来，紧接着拿起大喇叭唱起了催眠曲，果然有效，大壮顿时安分了许多，缩着手指就要进入梦乡。可着急的爸爸好像唱错了曲子，大壮顿时变得暴躁起来，他仅轻轻一推就将兔子扯掉，爸爸也顺势跳进大壮裤兜里，可是一个没抓住就滑了下去。来不及休息的爸爸又开始了疯狂的逃跑，大壮轻轻抬脚，差点让爸爸领了盒饭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大壮进城市的步伐了。只见大壮屁颠屁颠地向城市走去，警察也慌忙来到城市疏散人群。可好事的人们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的来临，他们不但没有离开，反而停在了那里讨论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呆萌的大壮也来到了城市。人们看到大壮之后，开始疯狂逃窜。在这里破坏王大壮又会体现出怎样的破坏力呢？100米巨婴在街道上跑来跑去，街道上的行人吓得疯狂逃窜。看到前方的加勒比海盗，大壮热情地打着招呼，他高兴地手舞足蹈。紧接着大壮又来到米老鼠身边，他高兴地拍手叫好，像个孩子一样特别开心，可丝毫没有察觉到人们的恐慌。慌乱中，一辆汽车压到大壮的鞋带，大壮被绊倒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旁边的护栏都被撞出10米远，行人们更加恐慌，不断地尖叫着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豪车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带着一个警察就来到大壮面前，夫妇俩吓得慌忙弃车而逃。哥哥瞅准时机，带着女友跳上豪车。大壮看到漂亮的汽车，以为是玩具车，将汽车拿起放进嘴里，就是一阵撕咬，紧接着就开始把玩。哥哥疯狂地扭动着方向盘，用力踩着油门，可都无济于事。大壮一会儿将车放在墙上摩擦，一会儿拿起举得非常高，又瞬间往下放，简直像极了你坐海盗船时的场景。两人不断尖叫。就在这时，大壮看到一个小姐姐，可能他想试一下小姐姐腿的承受能力，直接将车放了上去。行人们都在为两人捏一把冷汗。汽车在小姐姐腿上摇摇欲坠，
睡，女友也危在旦夕，幸亏哥哥牢牢抓住她。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，女友终于爬了上去。两人刚刚喘口气，小姐姐的美腿还是没有支撑住，小汽车瞬间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，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就在危急时刻，大壮伸出自己的大手，稳稳地将小汽车接住，众人长出了一口气。紧接着，大壮将小汽车装进肚兜里，他回头看到一个冰淇淋车，爸爸想用冰淇淋车将大壮引出城外。大壮疯狂地追赶着冰淇淋车，就在几人庆幸计划成功之际，意外却发生了。冰淇淋车撞到路边的石头，大壮也跟丢了。此时的他又发现一个新玩具——小酒吧上方的巨型吉他。只见大壮迈着小碎步，缓缓地走向吉他旁边。人们见到一只大脚，以为是外星人来了，疯狂逃窜。大壮将吉他模型拿起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小家伙高兴坏了。与此同时，坏蛋博士赶到，他想要将大壮抓起来做研究。只见他射出一剂麻醉针，正好打在了大壮把玩的吉他上。大壮吓得扔掉了吉他，哇哇大哭，他哭着喊妈妈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大手抓住了飞机，将他缓缓地放下，紧接着向大壮伸出双手。大壮激动地跳了起来，大步流星地跑向了妈妈，躲进妈妈的怀抱。妈妈不停地安慰大壮的情绪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妈妈让大壮看向前方，保持不要动。爸爸按下最后一颗按钮，一束激光射在两人身上，两人瞬间被变回原来大小。爸爸高兴地抱起大壮，一家三口非常高兴。可就在这时，爸爸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少了2个人？于是爸爸让大家不要挪动。在大家一晚上的努力下，终于找到了变小的两人。此刻的两人正美美地抱在一起，享受着劫后余生的快乐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放大机器，你会用来做什么呢？